了，先扶你回去休息。哎，不行，还没拜堂。对呀，还有一口气呢，得拜堂啊！我拜什么拜？都伤成这样了，改日吧。不改，就今日拜。你都伤成什么样了还拜？不拜了，走，不拜了，直接洞房。啊？这叫什么话？对，直接洞房。啊什么啊？直接洞房，走。洞房，走！没小心。哎，慢点！宾客们，也都入席吧！啊！你这是？今天晚上我就睡这儿了。你身上有伤，一会儿半夜还得给你换药，我不能离得太远。那这样，你睡床，我睡小榻。你胡说什么啊？我睡床，病人睡小榻，哪有这样的？这是他们准备的一些西瓜，寓意着早生。我知道。怎么剩这么多？我把它往边上去点，不然一会儿硌到你伤口。好。再拿个枕头。哎，我没碰到你的伤口吧？不要紧的。好了，躺下吧。早点休息吧。嗯。无论怎样，谢谢你回来，我觉得很安心。你与其这样酗酒，倒不如想想之后该怎么做。我还能做什么呀？如今他已为人父，
我输了，彻底输了。就算他已成婚，你也可以把他给夺回来，夺回到你的身边。这句话，你是给我说，还是给你自己说呀？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也想得到秦莹莹吗？赵二郎君还是误会了，白某只不过是一介商人罢了。他被困火场的时候，你不顾一切的拼命去救他，那时候可不像是一个单纯的商人。白某知道你在乎他，所以进去救他。若是季莹莹死于火场，那你我之间就无法合作了，我也得不到我想要的。如今我们的计划已全盘失败，你还想得到什么呀？益州景业呀，一直都没有变过。倒是赵二郎君你呀，你变了吗？你放下了吗？你放得下？不必是我放不下的。放不下就夺回来。现如今当务之急要做的，就是摧毁季莹莹和杨家之间的关系。你得季莹莹，我得杨家。你拿什么得呀？拿着美酒，还是拿着美人啊？我还可以等我丈人弄死杨静来，坐收渔翁之利，而你呢？跟我合作，就拿出你的筹码。郎君，二少郎君嫌弃奴家，郎君，你可得替奴家做主啊！主人，这可是在益州。都下去吧。去，把杨家内部给我查清楚。是。只要内部烂了，就算是百年大树，也会有倒的一天。
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你说过要嫁给我的，可是现在你却反悔。我知道你是被逼的，是杨家人逼你，是白胜逼你，是杨青兰逼你。三郎君，三少夫人，该起了。好，你先别进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进来啊！哎，没有我们的允许，他们是进不来的。进来吧。奴婢锦绣见过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夫人命奴婢带着他们几个粗使丫头，在三郎君的院里侍候，听候三郎君、三少夫人吩咐。嗯。夫人，夫人，起来吧。谢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杨家的规矩繁多，你一时半会儿还适应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你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你阿娘救出来。谢谢你，杨静兰。不用谢，来日方长。哎，这雪呀，都把木板给染红了。如果不换这舱板呢，都没人敢坐我的船，真晦气。行了，少说两句，拿。够你换舱板的钱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麻烦你把当天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。成家立业，可如今你的业在哪儿呢？你一个大男人不觉得羞愧吗你？哎呀，专家，什么时候到岸呢？快了，你怎么不在船舱里再多歇一会儿呢？啊，这两个女人太闹腾，我出来透透气。行，差不多快到了，我进去看看他们啊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他杀了我夫人，快去报官！
这么说，你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？是不是亲眼看的又能怎样啊？这船舱里统共就2个人，不是你阿娘杀的，还能是水鬼跳上来把杀的？平时你们船上点香吗？点香啊，点香可以驱蚊呢。但是这奇了怪了，自从他们上了那条船以后，这个香炉就不见了，真奇怪。脖子上的伤口，也是唯一致命的伤口。那这是凶器。这的确是我阿娘的簪子。啊，还有这边，这是你阿娘、姨母以及李峰身上的外伤。因为沾染的血迹，所以作为证物收存。可有什么不对？这2件不是血，是染料。染料？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其实这个案子很简单，只是县令不肯查罢了。死者夫婿李峰和船夫于三儿，皆可证明，当日在船上，李徐氏与季徐氏曾发生过争吵，而船将靠岸时，他们2人进入船舱，发现死者已被季徐氏用发簪刺死。这人证物证俱在，季娘子，你说你阿娘冤在何处？与本官从实说来。民女有3个疑点，其一，根据于三儿的证词来看，他并没有亲眼看见我阿娘杀人，而是在李峰进去片刻后，听到喊叫声，继而看见我姨母满身鲜血地躺在李峰怀里。因为被李峰挡住，他可能都没有看到我姨母身上是否有伤口。船在江中，四面无人，这船舱内只有你阿娘和姨母，除了你阿娘，谁会动手？为何我们不怀疑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呢？李峰与船夫先后进入船舱，不过间隔片刻，他哪里来得及杀人？那2个人又为何不反抗？为何不发出声响？这也就是疑点2。若我阿娘真是杀人凶手，那为何当时也昏迷在了船上？也许是你阿娘杀人时不小心磕到了头，晕了过去；又或是你阿娘杀人后害怕的昏了过去。不排除这些可能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，就是我阿娘是被人陷害，她和我姨母同时被迷昏了。你说的不过都是猜测，并无实证啊。民女有证据，还请孟县令过目。这里面是我在于三儿的船上发现的香灰，我已找了医师验看，里面有曼陀罗等令人昏睡的药材。县令若是不信，也可以另外再找医师验看。你说是从船上发现的，就是从船上发现的吗？诸葛先生，等一下。孟县令。杨督察身体不便，着在下与牵牛卫协助杨三少夫人查案。在下亲眼所见，
这香灰的确是从于三船上发现的。此事无关紧要，就不劳杨督察费心了吧？孟县令此言差矣啊！这暗中的苦楚，可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怎么就事不关己业了？不过杨督察相信您一定能够查清楚真相，所以无意插手此事。只是凶手公然杀人，胆大包天，想来这背后必定是有人。杨督察派在下前来，只是想告诉督察夫人，您的背后也有人，不必怕他。就算是在船上发现的又如何？你如何证明这就是那船夫当日所点？你阿娘又是闻着这迷香昏迷的。确实如此啊，何以为证？无法证明。你没法证明，拿出来说什么呀？但是民女有第3个疑点，望县令容禀。我不容你禀，有不禀了？这3件外衫是案发当日我阿娘、姨母还有李峰身上的外衫，孟县令看看上面的血有何区别？血液不同，有什么可看的？本官不看。好，那就请诸位看看，这衣服上的血有何不同？耶，那件的颜色啷个不一样哎？这味道也不相同啊。季徐氏的衣服上的血腥味明显更淡一点啊。因为它有的是血，有的只是染料。我阿娘身上这件，大部分都是染料。你们家可是染户，你娘衣服上有染料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可我姨母并非染户，为何她的衣衫上也是染料？李峰的衣服上为什么只有血迹，没有染料？季莺莺，你说这3个疑点，就算是真的，可与本案的真相毫无关联啊！自然有关。这3个疑点串联起来，就说明我阿娘不是凶手，而真正的凶手是他，李峰。满口胡言！从一开始，李峰就设好了这个局。那天在船舱里吵架的，并不是我阿娘和姨母，而是李峰故意滋事，让船夫听到声音。同时，他在船舱角落点了一支迷香，并借故离开。李峰离开不久，我阿娘和姨母就都昏过去了。船舱外的李峰故意拉着于三说话，快了，你怎么不告诉他刚刚船舱里是我阿娘和姨母在吵架，制造我阿娘的杀人动机。等到船快靠岸的时候，他便假惺惺地去船舱内喊人，这时才是他施展障眼法的时候。匆忙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便大叫一声，把于三儿引来。等到于三儿来到船舱内，便下意识地认为我姨母已经死了，而凶手就是拿着簪子的我阿娘。等终于有人可以为他作证的时候，他再痛下杀手，将罪名嫁祸于我。一派胡言，简直是荒谬至极！蒙大人，他在血口喷人！杨三少夫人，你的推断确实很有趣，可惜呀，除了死者的血衣之外，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是李峰杀人，而你娘杀人的证据确凿。本官依然要判季徐氏。孟县令，请慢。李峰，你猜我为何如此笃定你就是凶手？我还有一个人证，他亲眼看见李峰杀人。人证？草民于三愿意作证。大人，小民有罪，小民不应该知情不报。当时在船上，李峰让小民报案，小民本想速速划船，但又怕将来此事牵扯自己，就想进去跟李峰说说。谁知我这刚一进去，就看见他用簪子杀死了自己的夫人。你胡说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？于三，当时你为什么不说？你知道作伪证同样有罪。
大人，小民只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而且此事牵扯到什么，您是知道的，小民哪敢说呀？怎么可能？若是没人看到，我又怎么会想到去看衣服上的血迹？我又怎么会推断的如此毫无差错？不可能！我动手的时候明明回头看过，没有人，根本没有人。孟县令，他招了。季莹莹，你诓我！比起你栽赃陷害，人面兽心差远了。季莹，你好大的胆，竟敢勾结证人，公堂作为，你该当何罪？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是。季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已被都运官就地正法。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！是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找到蜀红锦衣一件，应该是宫中赏赐。那是我的，沙叶留给我的。放开！快松手！爷爷，快松手！阿爷说过，金没了可以再吃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让你放开！莹莹。你不能去！哎，你休愿！你不能去！阿姨，求你救救季家！哎呀，孩子在这，你懂什么呀？求你了！哥还要回家，哥还要回家！这里虽然有些残破，但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房子了。赵二郎君有心了，这钱季家会尽快还给你的。
钱什么时候还都来得及的。您和英英与阿兄喜逢大赦，一切都重新开始，日后定是一日好过一日。接赵二郎君吉言。夫君，我们回家了。阿爷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和阿兄会听阿娘的话的。季夫人，既然回来了，还请出来一见。季夫人，那咱们的债是不是可以清一清了？诸位，这个钱季家一定会还的，只是如今家产被抄，现在身无分文，还请诸位掌柜再宽限些时日。我倒是替夫人想了一个好法子，我已然与诸位掌柜说和好了。只要夫人肯将蜀红丝的配方交给刘某，咱们的债一笔勾销，其他掌柜的账我替夫人还了。我阿爷获罪，家里也被抄了个精光，不曾留下蜀红丝配方。我阿爷在世时待诸位伯伯不薄，诸位伯伯这样咄咄逼人，传出去不怕坏了名声吗？名声能顶饭吃吗？要么还钱，要么交出蜀红丝配方。赵修远愿以身作保，不知诸位可否宽限些时日？咱们是跟姓季的讨债，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二郎君，既然是还不起，那不如卖身抵债吧。带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阿娘，阿娘，你们住手！既然你们不肯给季家活路，那今天咱们就都别活了！让父老乡亲们看看，你们是怎么欺负孤儿寡母的！看日后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！就是啊。好，今天我就退一步。这笔钱，就算是咱们借给你们的，利息就算5分。从今年开始，每年都得还利。若是晚了一天，哼，别怪我们告上官府，让你们季家以身抵债。走。阿娘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，阿娘没事，阿娘没事，你们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阿娘，没有，那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娘，我扶您回屋歇息吧。好。料峭寒雪尽，娥皇时迎春。莺莺，愿你尽遣霉运，从新开始。
大夏利来了，快跑！快，搜摊！这花甲要洗丝就不洗别人洗，太霸道了！这大两哭手不行。小娘，帮我把那个收了，快！我去拖住他们。拜托了，莹莹，太感谢了。快点，哟，花郎君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艳阳高照的，你要是晒黑了，可就不俊逸喽。我来看看有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到我花家的地界偷着洗丝。哎呦，您这么热呀？你说说你折腾来这儿干什么？大热天的！大热天的干什么你？啊！哎呦！今日我季家交货，花郎君怎么不去看看呀？看什么看啊？这生意上的事儿，都由我英明非凡的夫人都会处理妥当的。也是哈，你们家都是夫人说了算。哎。金宇存心给我作对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去不是给您打伞吗？自然是您到哪边我就到哪边呀。我在哪边，你就在哪边是吧？拿来吧，让开。算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快！要是以后谁还白天到这儿来偷着洗丝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就是。哎，金英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有事先走了，您让一下啊。好。是颜金印马，良驹配美人，春色正好，可有小娘子愿与爷同乘呢？吓死爷这个姐姐娘，差点摔着爷。这位小娘子很是俊俏，爷带你进城游玩一番啊。我爹，流氓，快跑！爷，哎，快！他们调戏小娘子。敢来三道堰欺负小娘子，我看你是打老虎脱裤子，又不要脸又不要命啊！就是，你说谁的脸是定的？你知不知道爷是谁呀？怎么跟爷说话的？爷告诉你，打你就打你，我打你之前还查一下你家家谱啊！打他！爷好心带你看漂亮娘子，你踹爷干嘛？你若再敢动我的马，我就把你种在这水里。爷不就亲一下马吗？你，对了，他们还打你的马呢。那个粉衣服那个小娘子，她是头。打不着。是你呢？多谢郎君为我实话。我若没来得及时，他霍面就死在这儿了。对，是他调戏小娘子在前，我若没及时拦住，他霍便入牢狱了。这么说，他确实该打。不是姚老三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可是，你们却打了我的马。对呀，对不住啊。我们打的时候，他也没说是你的马呀。你说这马竟不会说人话，他但凡说一句是你的马，我们也不会打他。就是。你干什么？小娘子伶牙俐齿，倒好好教教我这马儿怎么说人话。放下来了！我不会教马说人话，
但是我会教人说人话。这人会悬崖勒马，马可不会控制自己。下次打人的时候离马远一点，我不是每次都能来得这么及时。嗯。下次，那要看马上的人做不做人事了。就是。呀，我的！生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咱家今日只有这个了，你且将就2日吧。君子食无求饱，国魁，你虽然是狗，但是做狗也要有做狗的规矩，要做狗中君子，不能太重口腹之欲的。再挑食，我打断你狗腿！吃。平英，今天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你又跟谁吵架了？没，就打了一架。啊？和谁啊？我不知道。我看那衣裳还挺富贵的，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。阿兄，咱们说好了，老规矩，不找上门就是无事发生，找上门就带阿娘出去走走。郎君，那花掌柜来了。阿兄，我怕我去会会。哎，我先去拖着他，给我。花掌柜，你上次订的丝都在这儿了，点个数吧。颜色也不鲜亮，光泽也暗淡，摸起来也有些毛躁。花掌柜，你再仔细瞧瞧，这可是剑南道最好的桑蚕丝，纤度均匀，光泽柔和，颜色要比市面上鲜亮许多啊。季大郎君，我与你说实话吧，如今营商不景气，益州城几个织锦大户又一直在压价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我都没有钱收你们的丝了。人无信不立，我们既然立了契，就该按规矩办事。这是你季郎君的规矩，我的规矩，若要卖，就按5折算，不卖就算了。这单我按原价赔给你们，但日后你们季家就别来我这儿分订单了。花掌柜，家中情况你也知道，每年还要还你利息，我阿娘又病着，这吃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。要不这样吧，如你家急需用钱，我借你20贯。我们本就欠着你的债，若是再借，这何年何月才能还得上啊？阿兄，花掌柜与你开玩笑呢，他不会再借钱给我们了。花掌柜，为何不会？阿兄细想，咱家本就欠着花家50贯，若再借20贯，即便只算3分利，这利滚利的比咱家1年的利润都多。这要是还不上，我们全家都得卖身花家为奴。但是花掌柜宅心仁厚，人美心善，他定不会让咱们卖身的，自然就不会借钱给咱啦，对不对，花掌柜？那好，既然季家不缺钱，这单就按4折算吧。花掌柜，好啊，那就请花掌柜重新拟定订单，里面请。花掌柜，笔和纸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写吧。齐英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来人呐，外面来！我们家这狗就听不得人大声说话，您声儿越大，它下嘴越快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是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他说牢里的饭比家里的好吃，你个狗东西！他愿意去牢里。你要怎么样？
才能让他出去？您知道啊？武哲，陶渊明说得好，不为武哲这样。那是5斗米，你读过书吗？6折，最多只能6折。他说6折还不够他买肉吃，他还是想去牢里。那7折，最多只能7折了。怎么说嘛？成交，劳您画押。承蒙惠顾，郭奎送客。阴阳，我知道花掌柜是为了让咱们家利滚利，一辈子给他当奴隶使。可你今日如此对他，若是来日他不收咱们家的私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咱家私染的好，便是7折他也不亏。他生气归生气，但他是个商人，利益是第一位的。可阿爷说过，以德服人，生意才能长久。阿爷也说过，只与讲道理的人讲道理。阿兄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死的归你管，活的归我管。好。哎，戚夫人，听闻您女儿今日在浣花溪派与人打起来了。婷儿，去把我的竹棍拿过来。阿娘，快去！自求多福。为什么都要吉阳阳，给我站住！阿娘，他又不是哑巴，不需要你替他辩解。娘，我真的错了，要不你打我一顿？郎中都说了，您的身子……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行事无状，一味与人争强斗狠，只会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你说说你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季莺莺，阿娘，我饿了，我肚子都叫了，我饿死了。我也知道错了，您就饶了我吧。行了，赶紧坐那儿吃吧。我就知道阿娘最疼我了。哇！我在想哈，这个花掌柜从8年前便开始收集我们的欠条，直到今日成为我们唯一的债主。我觉得他竟是另有所图。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这些事儿就让你阿兄去操心就好了。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跟以前一样。更何况你和赵家的2郎君还有婚约在。这些年赵2郎君对我们家不薄，你不能让人家为难。阿兄都还没成婚，我不急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婷儿，不还清债务，重振我季家门楣，我绝不成家。有志气。哎，右折进，不可辞。好了，金莹莹，你说说，今天你到底跟谁打架了？阿娘，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打架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浣花染坊和韵霞染坊，还有别的好多家染坊吧，有一些那个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我也跟你说不清楚。哎呦，郭辉还没吃饭呢，我得给他送点饭吃。金莹，郭辉，你，站了，郭辉。这孩子，婷儿，你知不知道他跟谁打架了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明天赶紧去打听打听啊。然后好生去人家给人赔个不是。阿娘，
怡英虽不娴静，可也从不会主动惹事。我看这件事还是对错又有何相干？他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。天理昭昭，我早就不奢求了，我只盼着你们兄妹俩能够一生平安顺遂。知道了，阿娘，别气了。吃饭吧，我明天就去。但是杨老三，有一件事儿，爷对不起你。你说你好不容易给爷交代个任务，让爷照看你的师傅，还让爷照看没了。这益州城就废警官，连着死了3个了。你说他当什么不好，非要当着警官？我都他可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呢？哎，有一句话，他说让我再见着你的时候，好好告诉你。这便是你在益州最好的朋友，他好在哪儿啊？好在向来信我。那沈警官对他可有留有什么话呀？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？是属下僭越了。不知杨警官明日有何安排？是回杨家还是去见一个朋友？你在益州还有朋友？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来日好友。叫金毅出来！金毅出来！娘子，金毅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娘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开门！难怪昨日夫人差我去问你与谁打的架，谁也不晓得。原来不是三道堰的，是益州府的国舅。这怎么办呀？偏生夫人和郎君这会儿也不在，出去采买去了。桂叔别怕，我在家呢。娘子，你找什么呢？找个趁手的家伙。开门，开门！爷都要死了呀！哎呀，这一大早这么热闹呀？哟，哎呀，原来是国舅爷大驾光临啊！哼，这都害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乖乖跪下给爷磕头认错，爷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你一马。哎呀，感谢您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人有大量。可是我这前看右看，左看下看的，也没看到您的伤口啊。你看我这腿、这头、这胳膊、这全都折了，疼吗？哎，娘子，我爷用力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桂叔，我出血了，破了，我破了！国舅爷，我家娘子可是诚心认错，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你？你少诬陷人，他分明是自己磕的。我一个未出嫁的小娘子，我如此爱惜自己的容颜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毁自己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国舅爷没事啊，你怎么比爷还无赖啊？啊！你信不信爷给你抓起来？我头上这个伤明明白白，大家伙都看见了，是不是？是，都看着了。国舅爷身上的伤经得起仵作宴看吗？您要是想去州府衙门，那咱们就去州府衙门。我听说桑长史向来善恶分明，等他回来了，定会给出一个公道。
看看啊。果然是他。这就是你说的朋友，蜀红解盲之女季莺莺。你是真认识，还是为了暗财？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打算帮个忙吗？用不着帮他。你看，那伤是假的，不过反应也都挺真的。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寻找蜀红寺的黄命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之前做过，怎么着都没做出来。你尝尝。属下这是在给您制造契机。哎，杨老三，来的正好，来，你给爷评评理啊！刚才是不是他故意磕在那儿的啊？方才发生的事儿呢，我这双眼睛看的是一清二楚。要我看，僧长使过2日就要从外地回来了。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惹是生非，免得挨揍。怎么能说我挨揍？你看呀，你们两个，你阿爷看到了会相信谁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能瞒得住别人，瞒不住你阿姨和我。行，你给爷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走，恭送国舅爷。诸位，这人都走了，还嫌热闹没看够啊？要不我把国舅爷叫到你们家门口去看热闹啊？啊！走，回家，魏叔。大叔，方才我不小心摔碎了一只碗，身上钱财未带够，还请大叔替我还个碗钱。啊？大叔若不方便，那我就只好请国舅爷回来替我还这碗钱了。多谢，多谢。金娘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若不是花家郎君告知14郎，浣花溪边有美景，指得他非要在那边给我接风洗尘，也不会有这番误会。花家，一点都不意外。那既是如此，就有劳这位郎君多劝说国舅爷，不要记恨我们三道堰的儿郎。可有什么好处？多做善事会有福报的。这干涸的速度，这颜色，你这头上怕不会是染料吧？欺瞒国舅，胆子可够大的。郎君想要什么好处？我帮了娘子，娘子总该让我进去讨杯水喝吧？成，请。稍等。郎君，水来了。就在这儿喝。季家规矩，进了门先饮水。好。好了，两清了，请。我还没进去呢。你说要进门，我也让你进了；你说要喝水，我也给你倒了。多谢郎君相助，恕不远送。哎，不是，我帮了你。谢谢。多谢郎君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你把我放外面了！哎，娘子。阿娘，你慢点。站住！阿娘，我没有打架，这次我真没打架。莺莺，你受伤了？
啊，没有，假的，我一点伤都没受。假的？嘿嘿，你看是不是？怎么，假的我就不骂你了？可是我只有这样才能骗过他们呀，他们都以为这是真的。阿娘，今日桑14登门都是花掌柜挑唆，即便是桑14肯罢休，花掌柜他们也不会。阿兄，咱们一定要想个法子对付他。季莺莺，你就不能忍一忍吗？就非要由着自己的性子跟别人对着干是吧？那花掌柜自是欺行霸市，为人不耻，可他为什么全人只盯着咱们季家祸害？阿娘觉得是因为我不肯低头，他们才不放过我们家。阿娘觉得是我错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只希望咱们季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哪怕是受点委屈吃点亏，只要不惹祸事，那就是福气。难道阿娘这么说也有错吗？嗯。